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米的墙壁开关，然后它现在按了都没反应，好像按不到东西一样，然后灯也不会亮。这已经是我们家第二颗这样子的情况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有一颗小米的墙壁开关，大约在2年多前吧，那时候很喜欢玩这种智能家居的东西。我那时候有买了一些这小米的墙壁开关，有兴趣的一样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影片。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小米的墙壁开关呢，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，现在就是按呢，好像空的，好像没有按到开关的感觉，然后灯也不会亮。这已经是我们家第二颗发生这样子的状况。我觉得小米这个墙壁开关呢，这个品质实在是不怎么样。因为我们家买了大概也就是10颗左右吧，大概过了2、3年，就已经有2颗发生这种状况了。一般我们台湾传统都是装国际牌的这个墙壁开关嘛，那一颗墙壁开关基本上用了20年、30年，可能都不会坏。那没想到这个品质实在是，所以我后来也很少再买小米的东西。他们家的东西虽然便宜归便宜，可是品质实在是不敢恭维。然后网络产品的东西呢，它的稳定性呢，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一颗开关的状况，然后看看它能不能维修，或者是什么办法让它能恢复正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，拿一支1字起子，跟国际牌的开关一样，下面有一个缝，然后插进去撬一下，然后它这个面板就可以拿起来。这个样子。它这边跟上次状况一样，有一个东西断掉了，盖子上面断掉了这根小小的这个塑胶，它凸出来的地方就是要按这边有一个开关。其实它就是中间这个洞这个地方，它有一根塑胶，然后它现在那个塑胶已经断掉了。我这边是拆了另外一个开关的盖子然后这个是好的，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它就有一根。那当你这个按下去的时候，它这一根东西它就会凸出来，所以它这个塑胶的品质呢，实在是非常的不理想哦。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它这个塑胶卡榫跟这个面板的接触面积呢，非常的小，所以如果要直接把这个塑胶粘回去呢，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可能很快又会断掉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找一个类似小木棍的东西，把它粘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上次的做法，我是拿这个竹块，然后把它粘在这个上面，刚好量了一下，这一头比较细的，刚好能够通过这个方形的空间，大概量一下它需要的长度然后就把它剪下来。我们今天要使用这个超能焊接胶，这个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它这个东西呢，其实用起来就有点像我们平常使用的3秒胶。它跟一般我们使用的3秒胶呢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一般我们的3秒胶有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呢，都发现它干掉，然后就跑去书局买一罐，买一罐呢用了一次，那等下一次要使用的时候呢，又发现整罐都干掉。它这个超能焊接胶呢，我平常保存我是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了。它不会像3秒胶那样子会有不使用，然后它就自己干掉的状况。那它这个是液态的，我们把它点一点在这个纸上面，然后我们用粘的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流的到处都是。那我们就用镊子夹着这个竹块，然后在这边沾一点这个万能焊接胶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根木棍粘到它的位置上面去。为了要让它粘的比较快，那我们使用这个快干胶水用的这个加速剂，这样子它就可以干的比较快。我现在大概是过了15分钟，那它应该是已经牢固了。装上去的话，我们一样，上面先把它扣住，上面扣住之后，然后下面往下压，那这样子它就盖好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。有没有看到里面的电灯就亮了？然后关掉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关掉，现在就正常了。那这样修理方式呢，应该是 OK 的，因为我另外一个开关也是用这种修理方式，大概目前1年了，好像也没有出现过问题。
总之，小米这个墙壁开关，它的塑胶的品质呢，实在是不怎么样。今天的简易修复这个小米墙壁开关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